巨大的人生改变看似是一夕之间，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微小的改变开始的。这也是让我迈向极简最重要的关键。嗨，你好，我是 D 姐。今天呢，我想轻松的分享一下我为何会成为极简主义者。我分享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让你看到更多不同极简主义的面向，因为就我所知，很多人的极简多半是那一种一夜的觉醒。断舍离就是为了要解决生活上或是人生上面某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故事呢，则是一个比较渐进式的过程。9年前，我离开台湾去美国工作，当时为了可以比较轻松的移动，我就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入住一个不到3坪的单人房。当时的我每天的生活非常单纯，朝9晚5的实习，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增进自己的专业。在下班后，毕竟刚出社会嘛，收入不高，所以没有太多的余裕来挥霍或者是购物，但是时间很多。我当时住在美国的纽泽西，人称花园之州 Garden State， 好山好水好惬意我是真的很享受那边的生活啦。我开车看见喜欢的景点就可以停下车来享受一个人的野餐下午，或是把我喜欢的音乐打开，我就可以自己摇得很开心，甚至只要在镇上可以吃得到那种亚洲菜，还不是台湾菜哦，我就会觉得哇，感动又兴奋。总而言之呢，当时的我虽然拥有的很少，但却非常满足。我就开始反思，什么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从小很多时候爸妈告诉我们要赚很多钱来买很多想要的东西，像是房子、车子，或者是更多的东西，这样才会快乐。这是真的吗？当时的我没有答案，就是继续这样一个简单又朴实的生活。在美国住了大半年之后呢，我又换一个国家来住啦，这次去的是上海。事实上我在上海过得不是很开心，因为工作上没有太多的前景，生活上饮食跟空气也不是很好。那交友圈里面同事都在讨论他们最近买了什么房子或者是车子之类的。久而久之，我在这样一个几乎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当中感到莫名的空虚。加上上海的步调很快，人们来来去去，朋友跟同事可能因为家庭或是工作的关系就离开了。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就很正常。但有趣的是呢，当时我的 Airbnb 房东居然莫名其妙变成我长期同居的室友，甚至呢，现在是我人生当中里面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当时的我不禁也开始问自己，什么样的关系适合我？那我想要怎样的人际关系？但我没有急着找答案啦，就是先抛给自己这些莫名其妙的疑问。但是1年半之后，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上海，来到现在的新加坡。搬过来这里之后，我的生活真的快乐很多，职涯机会更多，可以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生活品质也大大提升，甚至我可以自己负担一个人自己在外面住。我也搬进了人生第一个自己的公寓。我还记得当时站在空荡荡的新公寓里面，又叫又跳，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蛮意外的是，在这个入住新家的过程里面，我也开始察觉自己一些蛮有趣的行为，像是要买一支尺，我会思考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买到后来根本没有在使用的餐具，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无奈，甚至只要定期没有断舍离，我会觉得很焦虑。说实在，我当时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怪咖，因为身边没有人有类似的行为，那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去定义这个就是极简，毕竟当时这个概念根本就还没有人听过。直到有一天，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去公司上班，然后发现好多同事都在讨论 Netflix 上面极简主义的纪录片，我就想说，那我来看一下好了。没想到当天看完纪录片的当下，我居然感动了。因为我发现我不孤单，我不奇怪，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特别的有想法，特别的有原则。那我也终于知道，如此极简的生活态度，在我没有特别去追求的情况下，早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如果你问我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我喜欢。因为就算屋子里面的东西不多，我却可以感到无比的开心，无比的踏实。而极简确实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它让我意识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喜欢怎样的生活。好咯，
这就是我踏上极简的故事。影片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分享的重点不是在说极简主义的生活就是对的。相反的，我想要提醒你，每个人的经历、目标跟理想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让别人告诉你该去过怎样的生活。有意识的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100件衣服让你开心，让你更有力量，我也替你开心。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